干嘛？我踩到狗屎啊？你比狗屎还要可恶！喂，你听我说啦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哇！惨了，这次轮到我去整鼻子了。哇！大狗熊啊，只是上了什么叉叉叉网站而已嘛，需要反应这么大吗？而且是我老叔陷害我的，都过了那么久了，还在生气啊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才没想到还真的有这么多人在找Sugar Mommy和Sugar Daddy，你才会反应这么大嘛你不得不承认，你爱我爱到发了狂啦！爱你爱到发狂啊！哇，这样肉麻的话你也说得出口啊？不怕笑掉我的假牙？还在啊！麻将婆，我在这里说悄悄话，你在这里偷听，很不道德的。你说的像打雷一样，还悄悄话呢？好心你啦，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凭你也想追求我们家伟雄？别人呐，等久可能会有，你呀，等久久都不会有啊！你不要这样说发达啊！我是要他死心，明明知道自己是癞蛤蟆，就不要想吃天鹅肉。哇，麻将婆，你前一句叫我撒泡尿照照，后句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哇，你杀人不见血的层次啊越来越高了。你果然是迷打麻将啊，天天看电视，你一定是学到电视剧里面什么啊，二家婆啊、老佛爷啊、尖酸刻薄啊、阴险毒辣。拜托你啊，麻将婆，前面有个好的榜样你不学，你看慧仪多么的温柔善良、和蔼可亲，这是全世界女人的榜样呀。她善良啊，那你就问问这个善良的女人，会不会善良到把女儿嫁给你啊？你放心，慧仪绝对不会打击和伤害我脆弱的玻璃心的啊。发达，我看我的绿豆汤滚了。慧仪，你还没回答我啊？不用叫了，她心地好，怕伤了你的自尊心。用膝盖想都知道啦，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个好老公呢？如果有父母愿意把女儿嫁给你这种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，那神经有问题呀！天哪，为什么世人那么势利？为什么没看到我大哥大完美善良、热情洋溢、前途无可限量的一面呢？哇，麻将婆，你出口伤人已经很过分了，你现在还出手打人啊？你不是说要替我找麻将脚吗？我找啦，一个没听电话，一个没接电话。你找谁？我阿嬷还有我老叔。哇，你们都是自己人，我怎么会知道你们会不会串通起来坑我的钱呢？哦，那肯定会的。啊？哎呀，你麻将婆的功力那么深厚，就算我们3个人合起来啊，也未必是你的对手啊。哎呀，随便啦，随便啦，我手痒得很，有麻将的，谁来都好了。哎，赶快打电话啊！啊，哇，哎，你走来走去干什么？还不打电话？别吵了，麻将婆，我在苦恼着怎么演下去啊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啊，现在女主角没有了，我这个男主角怎么演下去呢？谁说没有啊？女主角不是在这儿吗？嘿，麻将婆，那么没有自知之明的话，你都说得出口啊？我是说，在麻将桌上，我是当然的女主角啊。你以为拍赌神啊？一看我这个男主角啊，英俊潇洒、风度翩翩，当然是拍偶像剧啦。好 ，OK， 我知道怎么演下去了。大狗熊，我有千言万语想要对你说，你再不出来，还不死会心？后悔的。我是认真的啊，我不是开玩笑啊。我有预感呐，你这次失去见我的机会，以后想要见我都难了。我以后见不到你，不知道有多开心啊！最好马上消失。哎呀，那么不给面子。好，只好出这一招了。亲爱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别为我哭泣。虽然前方的路很崎岖，请别为我担心。没有我的日子里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珍惜你自己。唉。等那么久了还没有出现，他以为真的是皇帝啊！人家很忙的，像你啊，那么闲空。
那我去找他。哎，你不要乱来啊 ！Sit。我忘了 Josh 不见过你了，等下认出你怎么办？更好了，我们现在是来跟他要钱的，人多势众，声音大声一点嘛。你一个人啊，应付不来的。说的也是啊。再说你不是长得很特别，应该认不出的啦哦。不过 seriously 嘞，我们应该跟他要多少钱啊？至少100万。100万可能吗？为什么不可能啊？把价钱抬高一点，方便我们讨价还价，要不然你吃亏的。总之呢，钱的事情包在我身上，你静静这边等着收钱就好了。对我那么好，你到底要多少 commission？ You and me， 我怎么会跟你要 commission 呢？你的钱是你的钱，我的钱也是你的钱吧？怎么了？你说的话很恶心啊！我是 Albert，Josh 的秘书。Josh 扑呢？他不方便见你们。你是戴安娜小姐吗？ Hello，你跟 Josh 的关系我略有所闻，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你们现在并没有在交往，对吗？这个说来话长啊。那我就长话短说，那个花花公子完了，他不要他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是谁？安哥，他是我的安哥。戴安娜小姐，你在电话留言说的都是真的吗？ Of course。不用跟他讲那么多的，搞大你肚子又不是他，是 Josh 扑吗？叫他出来，大家面对面谈一谈。不，你有什么要求跟我说就行了。你是谁？小秘书也跟你谈有个屁用啊！我可以转告你们的要求。OK， 你去跟他说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到底要不要的？戴安娜小姐，你有没有正式的检查报告证明你怀孕了？还没有，可是我去 pharmacy 买验孕棒，我验过了，是 positive。这样的话，我马上安排医生给你做个详细检查。如果证实怀孕，我们再谈好吗？好，怕你啊！大狗熊真的是无情无义，竟然骂了我一轮，还说要报警啊，告我制造噪音啊！喂，这个时候不是应该飘着饭香了吗？阿妈，阿妈，阿妈！哇，她平时这个时候都一定在家的，今天怎么那么反常啊？平时不管是刮风下雨，都一定不会错过4点半的连续剧的，有古怪。我们都7老80了，剩下的时间不多，没关系。你孙子不同啊，他还年轻啊，还有几十年的岁月要过。你这个阿嬷再这样宠他下去哦，任由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钱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哇，他以后啊，我真的是，啊。哎，你没有看过我阿妈矮矮的？没有，没有啊，谢谢你啊。喂，苏安嫂，你有看到我阿妈吗？有啊，他刚才来这里卖彩票，后来好像跟老鬼那些老人吵了起来。为什么吵起来了？因为你咯。我？是啊，老鬼说侠女宠坏你了，才使你变成好吃懒做，不像他的孩子个个都很出息。侠女就骂回老鬼说你是不要而已，要的话肯定比老鬼那些孩子还厉害。哎，还是我阿妈了解我。哎，她有说她去哪里吗？不知道啊。哎，不过他送了一张彩票给我，希望我能中大奖。那她还有说什么吗？有啊，我跟他说，如果真的中200万，我就请他吃鲍鱼鱼翅。不过他说，你能找到我再说吧。
哇，果然是有古怪啊！说完嫂，有没有手机啊？赶快借我一下。你真的很没用嘞，连我一个收碗的都有手机，你还搞到要跟人家借手机，唉，怪不得小女那么伤心啦。好了好了，你怎么知道他伤心啊？给老鬼那些人这样讲，不伤心都假啦。唉，家里的后辈不争气，做长辈的也抬不起头来的。你知道我在说谁啦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你没看见我正要打电话去骂那个人吗？哎，老叔，你在何方啊？做什么呢？啊，我有重要事情要处理吗？跟婶讲，我不回去吃饭了啦。啊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拜你的头啊！我还没说完呢。阿妈有没有来找过你啊？没有啦，什么事？他八成是眼不见为净，离家出走了。婶离家出走？哇，为什么这样子的？这句话是我问你才对啊。问我关我屁事啊！我在闯什么祸都好，婶都不会离家出走的。全世界人都知道，婶最关心、最放不下的人就是你，只有你哦，才会让婶死不瞑目的。死不瞑目，那么没人性的话，你都说得出口啊？是你自己说的吗？我只不过说眼不见为净而已。意思差不多一样的啦。你要听我说啊，如果你还是这样子混日子下去啊，不管是眼不见为净还是死不瞑目，都是一样，迟早会有事情发生的。你自己啊，就这样子了，拜拜拜拜。喂，哇，岂有此理！还好意思说我混日子啊？我混日子啊，好过你乱过日子啊！喂，我的手机！哎，我找人要紧啊，借用一下嘛。借什么借？不争气的东西，连我的手机也要骗，怪不得你阿嬷要闹失踪了。哇，他会闹失踪啊？还不是因为你们这些三姑六婆八卦工？人为什么都看表面？什么有出息啊，赚很多钱，有高尚的职业，风风光光就是有出息吗？那些贪官啊、腐败分子，在还没被打倒之前啊，每一个都受世人爱戴、万人敬仰吗？到最后怎么样？原来这个世界啊，只有我最清醒。是吧？没有看过帅哥啊？ Hibernate to pass the winter in rest. Hibernate. Okay, next. This one I know lah. Far above the ground, a high mountain. 啊，史泰龙，谢。来，史泰龙，哇，你到底知道什么叫重要事吗？一看到小美女啊就分心。过来，来，快点秀！哎呀，大哥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查案。 查案？你查什么案呢？大哥大之侠女阿嬷失踪事件簿。那不是侠女阿嬷的鞋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有看过侠女阿嬷穿过啊。啊，你说侠女阿嬷失踪了？哦，你的反应怎么这么慢的？侠女阿嬷真的失踪了？哟，你的反应真的超级 super 慢呢！侠女阿嬷怎么会失踪的？失踪多久啊？3个小时又10分钟啊！3个小时哪里是失踪？你吓死我了！我看电视剧说要失踪48个小时才算失踪。喂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看电视剧的时候，你没有看到一行字？ 本剧纯属虚构，那就表示呢，他们怎么做都可以，不用负责任的。相信电视剧啊，不如相信我更好。史泰龙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知道阿嬷有香港脚，太委屈你了。不过这强烈的味道呢，一定对你有帮助的，啊，你应该知道往哪里去了，是不是啊？走。大哥，我帮你找侠女阿嬷。你真的心地善良，让我太感动了。 你跟侠女阿嬷常常都帮我们啊。那你能不能好人做到底？
可以啊，你要我帮你什么？去跟海叔接电话，打给大狗熊。哦，告诉他阿嬷不见了，需要他的帮忙。我知道了。你不要假厉害啦，那只大狗熊啊，现在听到关于我的事，不管是什么，它都不会相信的。你告诉他，你现在被男人跟踪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他那么有正义感，一定会冲下来啊，助你一臂之力。啊，这样骗伟雄姐会好吗？当然好啦。那他帮你解决完你的事之后呢，你就告诉他，你看见大哥大匆匆忙忙、紧紧张张、凄凄惨惨的去找侠女阿嬷，说我去。喂，史泰龙，你在哪里啊？好 ，OK， 到河畔去啊。哦。史泰龙，走，快点，带我去。The kneecap of someone usual as an official punishment. 哦，我的。你终于看到我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跟你有缘啊。哦，大哥说有人跟踪我，你就是那个人。大哥，什么奇怪的名字啊？大哥就是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个人，他是你男朋友啊？你不要乱说，大哥很有正义感的，他常常都帮我们解决问题。还好他在忙，要不然你就惨了。我为什么惨啊？因为你跟踪我啊！我哪有跟踪你啊？我只是光明正大的碰巧和你走同一条路啊，只是你一直都没有注意到我。原来啊，我的魅力不如一本字典啊！你少来了，你根本就是在跟踪我。谁叫你不答应我啊？不答应你什么？吃饭、看电影、唱卡拉 OK 啊！你很霸道哎，不陪你看电影、吃饭，你就跟踪我，你有毛病啊！我就是有毛病啊！我就是喜欢跟你在一起，喜欢听你说话，听你唱歌，听你和我斗嘴。你不理我，我就跟着你，多看你一眼也好啊。你是变态啊！你快点走啦，这里有很多我的邻居，他们会看到的。看到又怎么样啊？他们会打你的。为什么要打我？因为你是个大变态啊！你快走，快走，有人要来了。干嘛啊？快走！你不要骗我啦，我是不会上当的。你不是说你要回家吃饭？你还说快点走！我在家楼下等你，吃饱饭在一起。哎，你干嘛对女生动手动脚的？伟雄姐，他有没有非礼你啊？没有。他如果对你怎么样的话，我们报警抓他。你真的没有？可是我明明看到他对你动手动脚的。不是啊，他没有对我动手动脚，是我对他动手动脚。不是，我动手，可是没有动脚。你还笑？快走啦，快走！你们两个是认识的？他是我的朋友。你少说一个字啊，是男朋友。我是美美的男朋友，虽然他没有承认，但是是迟早的事。我叫 Water， 你好，伟雄姐。伟雄姐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什么男朋友，才不是嘞！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哪里有紧张？我是有一点紧张啦，那是因为侠女阿嬷失踪了。侠女阿嬷健步如飞，身体壮得很，我倒不是这么担心哦。可是大哥很紧张哎，他连史泰龙都出动了。他是应该紧张的啊，因为他大概知道侠女阿嬷为什么会离开。为什么？侠女阿嬷是没眼睛看大哥大再这样混日子下去了，所以才离开的啊。怎么说呢？这样说吧，他希望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明白吗？
不是很明白。那，当你很爱一个人、很关心一个人的时候，可是却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糟糕，不争气、没希望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伤心、心痛。对啊，那伤心心痛之余，你也会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。那如果一般的方法起不了作用，就会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法。所以离家出走是小你阿嬷用的激烈方法，应该是这样。啊，对了，那个 Water，伟雄姐，你干嘛突然又提起他？他只不过是口花花而已。我妈咪一直提醒我不要接触这些口花花的男人，他们只不过是在玩弄你罢了，所以我不会被他骗的。你怎么确定他在骗你啊？难道他会喜欢我吗？为什么不可能啊？不可能啦！我那么笨，又是清洁工，社会地位又那么低。你的社会地位低，那他呢？他的社会地位就很高吗？那当然啦，他在那间大公司上班。我听 supervisor 说，在那间公司上班的人全部都是大学生哎。大学生就不可能会喜欢你啊？会，在电视剧里。可是那个女生要长得很漂亮。你看我哪里漂亮？你不觉得自己漂亮啊？我不漂亮，我姐才漂亮。你们两个都漂亮。而且难得的是，你心地善良，所以就算他喜欢你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的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伟雄姐，你不要再说我了。刚才大哥说他往这里的河边。大哥，芳，你去了哪？我回来没看见你，我担心死了。芳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帮你叫披萨。我今天帮你寄了钱回家，你看，2万块人民币啊，应该够付你爸的住院费啊。你明天打电话回家，如果不够的话，你再跟我说，我会再想办法的。你怎么啦？这些日子你一句话都不跟我说，我心里着急啊。我知道我做了不可原谅的事，我没脸要求你原谅我，但我只要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好，我对天发誓，如果我再让你伤心失望，我就穷困潦倒，苦苦伶仃一辈子，不得善终。给我听着，我不要跟那个姓刘的或那间公司有任何的牵扯。好，我保证你不会再见到他，你在公司的职务也会撤销，我再帮你找另外一份工作。不用了，我会自己找。好，那你不必着急，我会帮你办居留申请。我在东海岸看中了一套公寓，我们一起搬进去吧，去过真正高尚的生活。人不高尚，不管住多高尚的地方，也高尚不起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搬离这个地方吧。这屋里住的人都是怪人，尤其是那个大哥大，整天做些莫名其妙的事。他刚才跟我说你已经死了。我是死了，我的心死了。你要搬，自己搬，住在这里。你干嘛？干嘛？我要跳河啦！你要跳河？不要了！
你不是来找侠女阿嬷的吗？人不找你跑来这边跳河，你干嘛你啊？我跳下去就是找侠女阿嬷。那史泰龙找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就一直往下飞，8成啊是跳下去了。侠女阿嬷，侠女阿嬷，你在哪里呀？是啊，如果侠女阿嬷真的跳下去，早就不知道冲到哪里去啦。哎呀，你们不要打扰我啦，我要跳下去就对了。哎，你们走，你们走。哎呀，你下来跳个屁呀跳！侠女阿嬷，侠女阿嬷，你这变态的侠女阿嬷，害我跟史泰龙喊到喉咙都沙哑了。如果不用这个绝招啊，你是不是想一辈子都不出来啊？是，我一辈子都不想出来，再也不想见到你啊！我到底得罪你什么呢？你让我给全世界人都骂，说我因为太宠孙了，所以养出一个游手好闲、好吃懒做的家伙。你之所以变成一事无成，都是我害的，因为我老了，我说什么你都不听，眼不见为净，天天让我回去面对着你挨眼，不如当一条到处流浪的老狗。那，你听到了没有啊？连史泰龙都会废你啊！不要乱拿狗来开玩笑。你以为当一个流浪的老狗很好吗？还有啊，你不要听那些三姑六婆、八卦公乱放屁。他们是因为妒忌你有个那么英明神武、贴心的乖孙子，才用这种贱招来对付你的。好，他们是三姑六婆、八卦公也好，我问伟兄和美美，大哥大变成这样，我是不是有责任？对啊，侠女阿嬷，他是你一手抚养长大的，如果他被人家称赞，你当然分享他的荣誉啊。可是如果他是被人家看衰看扁，你当然是要分担他的耻辱啊。喂，你还落井下石啊？落井下石的是你吧？如果你争气一点，侠女阿嬷早就可以安享晚年享清福啦，还要日夜为你操心。你们只会整天安享晚年，安享晚年。你以为什么都不用做，天天看着太阳爬起来，等着太阳下山，就是享福吗？其实啊，是在等死啊！人活着就是要有目标，要有冲劲。就算是7老80，只要能走能动，就要热处而作，热络而息。即使不卖彩票啊，也要种种花、除除草、赶赶蚊子、消灭蟑螂，为人类啊做出贡献。什么？我可以说话吗？当然可以啊！我这个人呢，很民主的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这番话很有道理，想要称赞我一下？不是，大哥，我觉得你说的话好像都没有重点哎。我不懂怎么说。没关系，慢慢说啊。我是这样子想的，只要侠女阿嬷觉得是因为她让你没出息，那你就应该证明给她看你是有出息的，而不是说这些什么消灭蟑螂、蚂蚁没用的话。说得好啊。美美，你终于说出重点来了。你们3个串通起来围攻我，没关系，我也是有 supporter 的。史泰龙，你也是站我这边的，对不对啊？哇，有没有搞错？史泰龙，连你也背叛我啊！哎呀，算了，你们都把我当成是眼中钉。一个搞离家出走，一个不理我，一个选边站，连我最信任的一条狗啊，都选择背叛我，我不走都不行啦。其实我本来就想要走的，我出走不是因为要赚大钱、要出席什么的，我只是觉得我长了一双翅膀，不飞也不行嘛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正式宣布我要飞啦！我。哇，你这大狗头很硬哎！
是很忙啊，不是我不关心，好不好？什么？你找到沈就让他跑掉？你以为沈是赶风机啊？说飞就飞走的，这么容易飞走？你真是哦！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什么冬瓜豆腐的话，我再跟你讲 ，OK， 拜拜。优美，做什么？肚子不舒服啊？肚子饿啊！你看是不是啊？这么大间公司啊，一杯水、一块饼干都没有，真的是。就是咯，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话很有道理。啊，优美，我讲过很多句话哦，你指的是哪一句？你说有钱人越有钱就越吝啬，而且还阴险狡猾。那是肯定的。所以我就在想啊，George Fu之前对我那么冷酷无情，应该不会因为我现在有了他的孩子而对我改变态度。说不定他会安排医生给我打胎，只负责医药费。有可能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些有钱人是这样子的，除了养马、养女人、养车的时候特别大方，其他时候你要出1毛钱，你慢慢等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阿扎西，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帮我争取到30万的补偿费，我就给你10% commission，OK？ 优米，You and me 之间讲心不讲钱的吗？哎呀，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是我很公平的，我应该给你回报的吗？那就你不要跟我啾，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 ，Mission Impossible。哎呀，那个信部想怎么样？到现在还不来，我会叫他。抱歉，我有些事得请示，让你们久等了。莱娜小姐 ，Hello， 英语报告出来了 ，positive 的。报告我接到了。啊，信部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哇，为什么不要让他知道呢？哦，说他样是吗？叫他出来哈。这恐怕无法办到。无法办到是吗？优美，我们走。啊，这样你就走啊？走啦，信部摆明不要来见我们的，没有关系的。我们呢召开记者招待会，让全新加坡人知道啊他的名声有多臭。Josh 出了交通意外，人在医院，他现在不能见你们。有没有那么巧啊 ？Josh 在纽约遇车祸，现在在美国医院留医。主席也就是 Josh 的父亲吩咐我好好处理戴安娜小姐的事。处理？怎么处理啊？两位请坐。主席的意思是希望戴安娜小姐能好好保重身体。保重了身体又怎么样？难道要她嫁进去当媳妇？当然不是，不是就废话喽。主席的意思是希望戴安娜小姐能好好养胎，直到能进行 DNA 亲子鉴定为止。他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孩子的爸是谁我都不知道吗？啊？戴安娜小姐是不是在担心什么？担心什么？我会担心什么 ？Of course not 啦。那亲子鉴定的安排应该不会造成什么困扰吧？当然不会有什么困扰，我们只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进行鉴定而已。这得让医生决定。这期间，戴安娜小姐的生活费和养胎费，我们都会负责。哇，我跟你讲啊，什么费用她都要负责。你知不知道电视台刚刚签了她，她以后会很红的嘞。对了，他们要找我当女主角嘞。我这2天内不签约的话，他们就要找别人了，到时候我不是很惨，对吗？对啊，拿什么钱来补偿你讲？主席说，如果亲子鉴定证实孩子确实是 Josh 的骨肉，那戴安娜小姐将会获得一笔300万的慰问金。300万？戴安娜小姐，这样的安排好吗？好。个屁！你不要误会，我们不是贪心啊，我只是觉得300万叫我帮他生孩子，我可是赔上我的前程的 ，OK？ 再说，我记得 George Fu 曾经跟我说过，他买辆跑车都不止200万，难道我连2辆跑车都不如咩？对吗？是咯。啊，不要跟他讲那么多的了，摆明啊就把你当成生孩子的机器。你跟你那个主席说啊，什么钱都不用给了，什么鉴定也不用做了，我们找医生把孩子给打掉。他说的对，我打掉。打来，去找医生，现在就打掉。走。你们想要多少？开个价，好让我向主席请示。跟你主席说，我们不要300万，我们要1000万。啊！要死啊！1000万，狮子大开口，你觉得他们会答应吗？
哎，有钱人哦最怕两样东西，一个呢就咚咚锵，另外一个就是无后。什么叫无后？无后呢就是后继无人了。哇，赚那么多钱又没有后代，有个屁用呢？哎，刚才你看医生的时候，我上网check过了 ，George Poole 的老爸好像生了5个孩子，3个女儿，2个儿子。不过听说他哥哥已经走掉了，就剩下 George Poole 了。然后现在 George Poole 又发生交通意外，哇！刚才那个秘书啊轻描淡写这样说，你相信我骗人的，一定是很严重啊。所以 George Poole 老爸很紧张嘛，因为你肚子孩子可能是唯一的后代嘞。啊，这样就说我怀的可能是龙种啊？哦，那不是发了吗？所以说1000万那会多嘞。还好你跟我来呀，要不然我就笨笨接受那300万呢。哎呀，还是不要开心的太早，他们都还没有答应。你相信我了，很快他们就打电话。我不那么快吧？哎，你看是不是？不可能那么快，对，不可能的啦，我哥啦。Hello， 什么事啊？啊，现在回去？哟，大哥嘞？他去帮我买止痛药啊。哎呦，还是很痛哈。sorry，痛。你一直吃止痛药不行的嘞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真的是痛到打不了打鼾。哎呀，我又不是医生，叫我回来做什么？我痛成这样子，你还说风凉话？大哥叫我回来，我就回来了，你还想我怎么样？啊 ，OK， 有我在，去喝水。看到没有？老爸都痛得要死了，安慰的话一句都没有，还在耍脾气。哎呦，没有啦，他也是心急，他关心你的。你有没有医生的电话号码？有又怎么样？你忘了我是住希望的，又不是住私人医院，医生踩我都傻了。我就不相信我载你去医院，他们不理你。算了啦，家去看医生进医院，就好像杀了他一样。哎，还说啊，政府花那么多钱建医院了，不住浪费，就住几天啊？我知道，现在的医院盖得像酒店那么漂亮，要住进去很贵的。政府有津贴吗？有津贴又怎么样？我也要自己掏腰包的。现在做生意越来越难，一天能够赚到10块钱已经偷笑了。钱的问题啊，不用担心啊，包在我身上了，医药费我帮你出。那就马上去，快点叫车。谢谢你啊，方芳。我省回来了，没有他还吃得下。他能够吃就让他吃喽，反正他很快就要起飞喽。起飞去哪里？谁知道？哇，好像很好吃哇！你这个人啊，留下一个烂摊子就想拍拍屁股走人了。我留下什么烂摊子啊？你把沈气走，又跟阿龙借钱，不是烂摊子什么啊？我把阿嬷气走是有一点的事实根据，但是我什么时候欠阿龙啊？你给臭黄老婆的4万块钱从哪里来呀？不是跟阿龙借，难道屁股会长钱吗？哦，好啊，那如果我欠阿龙的话，那为什么阿龙不来放火啊？好像当初啊，你差点连累我和阿嬷变成烧猪一样啊！这种事只有你才会做啊！方发，加饭。哦。不要讲那么多废话啦！你真的不是跑路？我为什么要跑路啊？我又没有骗人家参加1年赚几十%利息的黄金回扣计划，骗人家的税汉钱。干这种事的人呐，一定会被人家发现的，收报复跑路啦！你顾好你自己啦，搞得世界那么乱，还这边放臭屁！放臭屁好过蹲牢房啊！谢谢你啊，范范。喂，你煮的饭菜啊，比起我妈煮的好吃多了。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啊，菜里面少了1、2条菜虫。不过虫呢，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啊，最可怕的是人啊，尤其是你身边的人。大哥大，那侠女阿嬷今天真的不回来了？不回来啦，不管是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，不知道什么天啊，都不会回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她的年纪都已经那么大了。你放心啊，他最起码可以挨1个2个星期的。那挨了几个星期回来之后，我就可以拍拍屁股离开这里了。可是，不用可是啊，他虽然是很老，但是身体很壮的。对，再给我一碗饭啊！你还吃得下啊？当然吃得下啊，吃饱饱好睡觉嘛。
哎，够了，哎。可是他这一走哦，应该不会这么快回来的，这样够吗？够了，他一条内裤我穿10天的。啊，不要讲没有了，拿那条内裤给他。哎，你们在搞什么阴谋诡计啊？你不是说远走高飞咯？那准备好了，降落伞给你准备好了。我是说要远走高飞，但我没说现在飞啊。哼，等什么呢？哈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啊，他讲着你又变卦了。我觉得为了侠女阿嬷着想，你要是越早飞越好。哇，你们一个两个真的是没人性啊！你们没听到吗？雷声滚滚，大雨倾盆而下。我现在飞的话，万一被雷劈怎么办啊？那你们听说过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，迟飞的鸟儿分分钟被雷劈掉，整个鸟儿烧焦啊！乖啦，听话了，来。喂！叶小英，你不用跟他讲这么多的，他根本就是在拖延时间，死赖着不走。你左，我右。什么你左我右？喂！我饭还没吃完的，喂！我的饭还没吃完的。吃这样多做什么呢？太肥飞不起来的。可是我还没想到要走哪一条路。即使没有路，走着也会走出一条路来的。首先你要先走出去。对，省了特别交代的，你要飞呢，要飞得越高越好，这样子呢才会有出息的。哎，还有啊，如果省咚锵的时候，你也不用回来了。阿嬷什么时候交代过？我是要侄儿，他心里想什么，我当然会知道啦。不要婆婆妈妈了，快点飞啊！天黑了，什么看不到，飞不起来了。喂，要走也要来个 kiss goodbye 吧？啊 ，kiss goodbye。好了，kiss 你的头了，谁要 kiss 你啊？喂，大狗熊，临走前起码来个临别秋波吧。喂，哇，我的鼻子啊！我是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韩国整容，大狗熊，我走了，拜拜。连头都懒得回，没心没肺。大狗熊 ，I love you。等我回来娶你啊，做小三。你去死！拜拜。起飞了。身为平凡人的幸运，就是我们没有太多财富名利，彼此能拿来交换，只有一颗真心。现在夜子里面，我们望着格外的精彩，渴望冲破高墙的阻碍，相信就会发生信仰，我们能拥抱好结局。狠心要自己再累也要前进，却像按了循环键，让我举手困在原地，当灰心到底。